楚风与夏星辰穿过结界门，便进入了一座地宫之中。这种地宫大同小异，但是楚风注意到这里的结界之力似乎正在消耗殆尽。但哪怕如此，此地仍然不容小觑。楚风也看得出来，此地之前很是不凡，但如今却是力量大减。楚风很想搞清楚此地力量大减的原因。你在看什么？花花的声音响起。原本他已经深入，但见楚风与夏星辰迟迟没有跟上，便折返了回来。而他也是发现了楚风与夏星辰没跟上的原因，是楚风在认真观察，这大大减缓了楚风二人前行的速度。抱歉前辈，这是晚辈的习惯，每到一座遗迹都想认真观察一番。楚风道：不用与我说抱歉，我觉得你的习惯没有什么不好。花花道。而他此话一出，夏星辰则是神色诧异地看着花花。花花注意到了，不由问道：星辰姐姐，你这么看我干嘛？我脸上有东西？没有，没事。夏星辰笑着摇了摇头，但其实他是发现花花对楚风的态度变了，变得通情达理，有包容度了。那你有观察出什么吗？花花看向楚风，暂时没有。楚风道：没事，不急，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。花花道。听闻此话，夏星辰的表情更加复杂。随后花花便跟随楚风的步伐前行。楚风一路上都观察得很是仔细。其实楚风并不是每次都如此，他会根据遗迹的情况来观察，有线索他会观察得仔细。而奇怪就奇怪在这里处处是线索，但楚风却整理不出具体的内容。这里很复杂，也充分验证了此地主人的不简单。他似乎是有意扰乱观察者的判断，且一路走来并没有遇到机关，直到一道结界门拦在前方。这道结界门很是奇特，它是开启状态，但无法直接踏入。它有7种颜色，其中颜色快速旋转，形成了一把锁。想要破开这个锁，就需要参透这把锁。楚风与花花以及夏星辰都在认真观察，但夏星辰却很快放弃。我看不懂，交给你们2个了，你们找到方法告诉我吧。前辈，恐怕帮不到你了。楚风说道。啊，啥意思？夏星辰不解。这把锁是逐步开启的，开启第1重之后，需要踏入其中之后，再开启第2重。至于有没有第3重或者第4重，这便是未知的事。但晚辈觉得有，甚至可能不止4重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这门内的一切都是变幻的。楚风说道。也就是说，能否进去，全凭各自本事。你们没办法帮我？夏星辰问道。是。楚风点头。夏星辰有点不死心，旋即看向了花花，想从花花那里得到不一样的结论。可花花却摇头道：楚风说的对，那怎么办？夏星辰道：你在这里等我们吧。花花道：楚风，那你可要保护好花花前辈。夏星辰看向楚风，不是应该我保护他吗？花花道：哪有女孩子保护男人的？当然是男人保护女孩子了。花花放心，楚风绝对靠谱的。夏星辰笑着说道。那要试过才知道。花花此话说完，便再度看向那结界门。他虽然也看出想进入结界门不简单，楚风所说的是靠谱的，但他还没有领悟出第1重的破解之法。而就在此时，楚风则大袖一挥，将一个阵法图布置而出。前辈，这是第1重的破解之法。楚风对花花说道。留下这座阵法图，楚风便直接施展阵法，旋即进入了结界门之内。而楚风的顺利踏入，更是验证了他这个方法的可靠程度。怎么样，靠谱不？夏星辰得意地说道。那个引以为豪的小表情，就仿佛楚风是他的弟子一般。阵法方面确实有天赋。至于人品，花花话到此处，夏星辰便立刻道：人品更不用说，他可是救过我的，只是救过你，又没救过我，所以他在我这里还有待观察。花花此话说完，便也按照楚风布置的阵法图开始布阵。很快他也踏入其中，而在他踏入之后，夏星辰也是按照阵法图布置，也是顺利踏入其中。但是没过多久，夏星辰便出来了。真是可恶，一个门而已，弄这么复杂干嘛？不想让人进去，你就干脆搞这些了呗。夏星辰嘟着小嘴，因为无法进去，他十分气愤，甚至责怪起此地主人。但很快却又不由得笑了。楚风那小鬼怎么看得那么准啊？他的娘亲界冉青当年也是如此吧？那我们与他娘亲当真不是一个层面，这也差太多了吧？难怪我们都不是楚风他娘的对手。尽管早就知道界冉青厉害，但是楚风那不可思议的解读，却让夏星辰更清晰地感受到了差距。那种感觉就是他连第1步都没想好怎么走，人家已经知道如何走后面的4、5、6、7步了，并且不是猜的，也不是猛的，而是精准的确定的。这怎么玩？这怎么比？这就是差距，天才与天才之间的差距。唉，同情这个时代的小辈天才们了。明明都是各方势力有史以来最强的天才人物，因为生得晚，也躲过了界冉青的压制，但是奈何却遇到了界冉青的儿子，真是可悲啊！虽然嘴上说着同情，但这番话夏星辰却是笑着说的，那哪里是同情，分明更像是幸灾乐祸。但很快夏星辰眉头皱起，看向拿到结界门，这孤男寡女的，该不会擦出什么火花吧？可此话说完，夏星辰自己都笑了，旋即转过身去。怎么可能？花花可是最厌恶男子了，就算楚风那小鬼再优秀，花花也不会动心啊。笑着安慰了自己之后，却又很快变了脸色，转身看着那道结界门，急得直跺脚。但是楚风那小鬼确实不一般啊！想到这里，夏星辰竟双手合十，对着结界门膜拜起来。
花花呀，花花，别怪姐姐不够意思，但是我听说男人是不能分享的，你最好还是破不开后面的，最好进不去，求求你出来吧。可能是夏星辰的祈祷起了效果，花花进入结界门后并不顺利，甚至很是艰难。如楚风所料，这后面不仅有第2重，还有第3重、第4重，且每重难度都在提升。眼下花花已来到第4重阻碍之前，可是此时的他已经没了信心，他无法寻得最佳破阵的方式，只能选择一做他所能布置出的最佳阵法。但他自己也知道，相比于楚风的阵法，他的阵法差了太多，他只能凭借自身的修为进行消耗，但这很艰难。若是换作平时，花花可能真的无法突破第4重，但是他知道楚风很有可能会突破第4重。若是楚风进去了，他进不去，这实在太丢脸了。这种不愿败给小辈的心理，使得他获得了比以往更强的毅力。可这第4重的难度实在太大，哪怕此时毅力超过以往，可却也难以支撑下去。不可以败给叶染青也就算了，怎么可以败给他的儿子？好歹现在也是真龙界灵师，怎能输给一个神袍界灵师？莫说传出去，外人是否笑话于我自己都不能接受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败在这里，我一定要过去，我一定要过去。就在意识逐渐模糊之际，不甘失败的花花竟疯狂地咆哮起来。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拼命地催动阵法之力，哪怕已经到了有生命危险的地步，也没有停止。他相信一件事，楚风一定能过去。若是楚风能过去，但是他却过不去，他觉得他修炼这么久，便白修炼了，哪怕有生命危险，他也要奋力一搏。而在这股信念支撑下，花花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，心脏快要停止跳动，修为快要散去，灵魂快要陨灭，生命快要停止。换作以往，他感受到这种感觉，必然会立刻停下，但这一次他却不顾死活，依旧坚持。咚咚，咔嚓，猛然间，花花自体内听到了复杂的声音，似是破蛋而出，似是鼓声齐鸣，那声音一瞬即逝。但与此同时，自其体内一股磅礴的结界之力释放而出。这一刻，花花狂喜，他不仅意识变得清晰，更是能够感受到自己力量的变化。他的境界没有变化，依旧是7品真龙，可是他的结界之术却得到了升华，已是堪比8品真龙，是血脉之力。竟在这股信念的支撑下，在生命危险的激发下，他的结界血脉竟然觉醒，从而获得了逆战1品的结界战力。这让花花狂喜无比，这是意外之喜。但这样的意外之喜对于花花而言极其重要，甚至可以说比任何宝藏都更加重要。这是他一直以来都想要获得的突破。伴随血脉之力觉醒，花花状态不仅彻底恢复，很快纳兰在他前方的第4重阵法也是四散开来，伴随七彩结界之力四散而去。他向前踏出一步，一切豁然开朗，地宫长廊再度浮现在其眼前。不出他所料，一个身影也在地宫长廊之中。楚风不仅在，且状态良好。此时的他不免有些庆幸，好在是最后关头觉醒了血脉之力，如若不然，就算进来了，可那个快要死来到狼狈模样，依旧丢人。前辈见到花花进来，楚风赶忙施以毅力。你进来多久了？花花问。也没多久。楚风道。不愧是祖武界宗的传承，你那手段真的逆天，境界比我弱这么多，居然能够比我快。花花道。换做之前，他不会相信凭借阵法的巧妙程度能够弥补境界差距，那是天方夜谭，是不符合修炼规则的。这也是为何最开始见到楚风时，楚风说他是自己破开了摘星道长束缚住他的阵法，花花不信的原因。但当他看到楚风提供的可破第1重结界门的阵法布置图，他便有些信了。当凭借那阵法布置图轻松破开第1重后，他却信了。而当他面对结界门内第2重阻碍之时，他开始怀念楚风的阵法，越是后面越是怀念。若是他有楚风的阵法，也不会如此艰难，甚至差点被拦在外面了。前辈过奖了，晚辈只是运气比较好。楚风道。别谦虚，不然你就是在侮辱我。花花道。前辈，我可没有。楚风解释。当然有，我们能走到这一步，靠的都是实力，只靠运气不可能走到这一步。你若是说你是运气，那不就是侮辱我天赋不够吗？花花道。前辈，晚辈可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晚辈听说谦虚是一个好习惯，但你要是这样说，那晚辈可就不谦虚了。其实晚辈是个天才。楚风嘴巴一咧，不仅笑得阳光灿烂，还在面前摆了个嚣张的手势。可谁曾想，楚风这随意的一个举动，却惹得花花嘴角上扬，嫣然一笑。这才对嘛，我不喜欢谦虚的人，你保持住。花花说话间便向前方走去，可楚风却忽然道。前辈，我观察过了，这里没有宝藏。楚风说的是实话，凭借出阶秘典，他其实进入此地比花花快了很多，所以他已经观察过了。凭借之前的线索以及此地的线索，楚风确定了一件事，这里阵法减弱的原因是某个重要的东西不见了。他判断此地的宝物曾经有，但是现在被取走了，所以导致此地阵法力量大减，他们也才能够进入此地。但尽管最重要的东西可能不在了，可这里的防御阵法还在，就算力量大减，可也具有一定危险性。而楚风也是将他的猜测具体的告诉了花花。听到楚风的话后，花花陷入沉思，但很快说道。既然都来了，不如去试一试，万一会有收获呢？前辈，此地深处是一座挑战阵法，据我观察，
那阵法会有生命危险。楚风提醒道：“行，我了解了，带我去瞧瞧。总不能我都来了，却不亲眼瞧瞧吧？”花花道。楚风倒是觉得这花花说的很有道理。好，那我为前辈带路。随后，楚风便带着花花深入